话说，当代年轻人最担心的事情，你们觉得是啥？有人可能会说猝死，是的，这是个非常严重的问题，但毕竟是小概率，而且只要保证良好的作息生活，这还是可以最大限度的避免的。不过有一件事，我觉得比猝死更让人担心，那就是脱发。是吧？我们头顶上的每根头发都是弥足珍贵的，除了一些天生毛发稀少的朋友，如果说后天的学习生活导致了脱发，应该会困扰到不少人吧。而且这件事情远比猝死发生的概率要大得多。不过在这个世界上的一部分人，他们却热衷于拔掉自己的头发，而且是不可控制的那种。这种怪癖还有一种进阶版本，与异食癖有关，那就是先拔下头发再吃下去。是的，和你家养的猫一模一样。有没有突然觉得一阵反胃？刚好适合减肥的朋友吃饭的时候看。不过如果你现在正在外面吃饭，吃出一根头发的话，应该也会瞬间没有食欲吧？那这群特殊的人到底为啥会把头发吃下去？这种怪癖又会造成什么伤害呢？长发公主的童话故事，相信各位都听说过吧？里面公主的头发不仅有20米长，还拥有强大的魔法。当然，童话故事里面的公主总能迎来美好的结局，而在现实生活当中，长发公主综合症指的是一种怪异的病症。贾斯敏·比夫是一名16岁的英国女孩，她聪明活泼、热情开朗，不管是在家还是在学校，总能给人带来欢声笑语。可是贾斯敏有一个鲜为人知的特殊癖好，她经常会不由自主地吃自己的头发，而且这已经持续了很多年了。不过她的家人对此是知情的，每次当着他们的面，贾斯敏都会一直咀嚼头发，然后再咽下去。起初家人也劝说过，但她就是改不掉这习惯，再加上家人觉得这似乎也没啥坏处，所以也就没有强行改掉她吃头发的习惯。可谁能想到，多年后这竟成为了最致命的一环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贾斯敏摄入的头发量越来越多，而胃酸又不能完全分解掉头发，所以它们在消化道里面慢慢堆积，逐渐形成了一个大毛球。日积月累之下，贾斯敏体内的毛球开始导致腹部组织发炎、感染，直到溃烂。2017年9月，贾斯敏在学校里面突然晕倒，随后她便回家睡觉，想好好休息一下。可回到家之后，贾斯敏浑身都是斑点，情况似乎越来越严重了。于是家人赶紧把她送去了医院，没想到这一去就再也没能回来。经过医生全力抢救，贾斯敏苏醒了不到15分钟，便永远的离开了人世。根据尸检报告显示，贾斯敏死于腹膜炎，她体内的毛球导致胃部溃烂破裂，器官停止运转。花季少女的突然离世，对亲朋好友来说无疑是晴天霹雳。贾斯敏还那么年轻，却因为一个特殊的怪癖而葬送了生命。据了解，贾斯敏患有长发公主综合症。这是一种较为罕见的疾病，患者总会不自觉地吞咽自己的头发，这下终于能够理解为什么叫做长发公主这个名字了。这类患者吃下去的头发可以从胃部延伸到小肠部分，又长又多，想想就触目惊心。其实大部分人都没有意识到吃头发会造成如此严重的后果，包括贾斯敏的父母。要知道，头发的主要组成是角质蛋白，人类的胃酸是难以消化掉的。当然，偶尔误食一点毛发是无伤大雅的，因为它会随着粪便排出体外，更不会对消化道造成什么负担。但如果吃的毛发不仅量多，还长期食用，那头发就容易在胃部堆积，缠绕成毛球。通常要过个几年，毛球越来越大，会占据消化道，身体就会出现明显的异常，比如胃痛、恶心、呕吐等等。时间长了，毛球就会导致胃部阻塞，消化道黏膜损伤，严重的还会引发小肠穿孔，最终危及到生命。可悲的是，贾斯敏并不是唯一一个因吃头发而丧生的人。卡地亚·贾奇里是一位来自墨西哥克阿韦拉州蒙克洛瓦的15岁女孩。别看她年纪小，她患有长发公主综合症已经10年了，也就是说，在她5岁的时候就开始吃头发了，而且从未接受过任何治疗。到2021年，卡地亚的消化系统内已经充斥了至少1公斤重的毛球，肠道不堪重负，最终破裂，导致感染性休克死亡。除此之外，还有一些患者是出现了腹痛的症状，经医生检查后发现胃里面已经产生了毛球，紧急做了手术才幸免于难。至于这些患者为什么想吃头发，其实这也是强迫症的一种。通常来说，这类患者还伴有另外一种特殊的癖好，那就是拔毛癖。他们会不由自主地拔掉身上的毛发，然后再吃下去。严格来说，不管是拔毛癖还是吃头发的异食癖，都与心理健康状况有关。大多数是因为内心焦虑导致的，也与某种心理创伤、虐待等经历分不开。在拔毛之前，患者通常会有紧张、焦虑的感觉。在拔毛这一动作结束后，他们非但不会感到疼痛，反而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，会觉得很轻松。久而久之，患者就会无意识地拔毛，来减轻心理上的焦虑。至于吃毛发的部分，这些患者是直接把头发全部吃下去。不过有一些只会品尝头发根部的毛囊，享受它碰到嘴唇的触感和咀嚼感。当然，有些患者并不局限于自己的毛发，哪怕别人的头发也愿意尝试。根据一项数据显示，在美国有1%到2%的人曾经患有拔毛癖，
而在这一群体中，有将近20%的人喜欢吃头发，这一癖好通常是在儿童时期就开始的。大概在10到13岁左右，拔毛的部位也不仅限于头皮，他们会下意识地选择毛发多的地方。与此同时，患者也会因为自己的行为感到丢脸，所以不敢向他人坦白这一癖好。由于长时间得不到纠正，情况只会越来越糟糕。这名叫做伊奇的网友就曾经在网络上讲述过自己的拔毛癖，他也不知道自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，反正只要一紧张，他就会拔头发，以此来缓解压力。到后来，他每次看到拔下来的头发，内心就有一种抑制不住的冲动，想把毛囊的部分咬下来。一开始，伊奇非常克制，但很快就败下阵来。他发现单纯的拔头发已经缓解不了自己的紧张了，每当看到没有咬掉的毛囊，自己只会更加的焦虑。到后来，伊奇发展到必须要吞下整根头发才能缓解压力，虽然吃起来一言难尽，但比起不吃头发会带来的巨大压力，伊奇宁愿不停地吃。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后，伊奇发现自己焦虑的症状有所减轻，不再需要吃头发来缓解，但是拔毛癖依然没有消失。直到有一天，伊奇去理发，发型师告诉他后脑勺有一块地方秃了，而对方越是惊奇，这越让伊奇觉得尴尬，因为那就是他反复拔头发的地方。这一次经历也让伊奇下定决心，他终于敢告诉身边的人自己有拔毛癖，希望能够得到他们的监督。不过伊奇始终没敢提自己吃头发的事情，他还是被担心被另眼看待。因为有亲朋好友的督促，伊奇开始强迫转移自己的注意力，脑袋上秃掉的地方也慢慢长回来了。但是让伊奇难以启齿的是，他发现自己还是无法彻底改掉这一癖好。为了避免被人发现，他偷偷拔起了眉毛，有时候还是会不由自主地吃下去。后来伊奇无意间在网络上搜索了吃头发的关键词，才知道长发公主综合症的死亡案例。在这之前，他从未想过毛发会在体内堆积到如此严重的地步。和其他患者一样，他想当然的以为毛发都会随着人体排泄物一起排出体外。这些惨剧也促使伊奇鼓起勇气向心理医生寻求帮助。他想通过行为疗法和药物治疗彻底摆脱掉这一癖好。根据心理医生介绍，除了药物之外，这类患者最需要进行习惯逆转训练。在他们想拉扯头发的时候，意识到行为是错误的，从而立刻做出相反的动作。比如最直接的就是双手握拳，或者把手塞到屁股下面坐住，以此来克制住这一行为。另外还可以尝试一些手工编织的活动，这样可以迫使自己高度集中注意力。实际上，伊奇之所以会分享自己的经历，他就是想帮助更多的人。他知道自己不是个例，也完全能和那些独自承受压力的病友感同身受。现在有血淋淋的案例摆在这里，伊奇就想呼吁所有的病友，虽然只是他非常的羞耻，但归根到底，他就是一种心理疾病。勇敢正视它的存在，用最科学的治疗努力摆脱它，千万不要让它毁掉自己的健康。那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。另外我想说的是，每个人都有自己各自的小癖好，这没有什么要紧的，只要没有影响他人和自己，都是值得被尊重的。但如果你的小癖好终究会危害自己的健康甚至生命的话，那我可要奉劝你适可而止了。如果看视频的你们或者周围的朋友有拔毛、吃毛这类的癖好，可以多多转发，让他们知道这是一种心理障碍，及时干预就会阻止悲剧的发生。那如果觉得视频做得还不错的话，也别忘了点赞、收藏和投币。我是正正，咱们下期视频再见吧。